秦胜利先生，我们怀疑你涉及一宗买凶杀人案，麻烦跟我们回警局协助调查。好，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回来就好了，回来就好了。我们以后也不要让彼此伤心了，好吗？不要！吓到了吧？喝点热的，定定心。谢谢弟弟。你放心吧，二婶没事，只是需要住院接受治疗罢了。弟弟，不是做错了。我看见珊珊伤心，我也很伤心。我是不是不应该来新加坡？如果我没有来的话，珊珊的妈妈也不会傻，珊珊也不会变成这样。是我不好，他们才是一家人，对吗？别哭了，你对珊珊好，她是知道的，她不是不理你，只是她妈妈现在这样，她顾不上你是很正常的。我不是生气珊珊，我是生气我自己。我以为带珊珊回去越南，她会很开心。我只是要她开心。可是刚才我看到她这样，我的心真的很痛。我很对不起，很对不起。我现在知道了，只要珊珊开心，就算她不要跟我回去越南也可以。我现在知道，还来得及吗？别哭了。对不起，伤口还痛吗？不用紧的，一点点而已，你不要担心。珊珊，对不起，我觉得我做错了，我害到你妈妈变成这样。如果你不要跟我回去越南，我不生气了。你做回珊珊，不用做我的妹妹，我们像以前一样。做回好朋友，可以吗？只要你开心，我跟越南的妈妈也会为你开心的。上车。
这几天你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珊珊很担心，你去哪了？我去处理一些一直困扰我的事。处理好了吗？被我搞砸了。我每次想要做一些有出息的事，都会被我搞得一塌糊涂。你怎么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如果你什么都忘记了，或许我们还能当朋友。你知道吗？除了你之外，我好像没有朋友了。我已经连续2天睡不着，想要找个人陪我聊聊。但是我翻开手机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除了你，已经没有人可以让我分享了。为什么我们要走到今天这一步啊？奥斯曼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他知道太多了，他把不应该说的都告诉珊珊了。你杀了奥斯曼，他把你不应该知道的也告诉你了。这几天我一直在想，为了我以前做的糊涂事，为了你的那场车祸，这1年多来，我每天都在担心，被揭穿，每天都在受苦。难道这些都不算赎罪吗？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放过我啊？司令，你今天有点累，我们暂时不聊这些。我先陪你回去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那场车祸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如果我知道你会变成这个样子，我宁愿站不起来的人是我，我宁愿醒不来的人是我。我一直都知道，你不知道，你永远都不会知道。我想结束这一切，我想马上结束这一切。师姐，师姐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师姐，请胜利。士兵，误会了，别打了。哥，你没事吧？谢谢。血止住了吗？真的不需要去医院。不需要。我刚才以为你想伤害我哥，所以我才动手。对不起啊。不能怪市民，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。哥。我只知道，在我失去一切之后，留在身边照顾家人的，一定是真心朋友。
我从来没有忘记那场车祸。醒来之后，我一直没提起，不是因为我失忆，而是我觉得你值得一次重来的机会。在医院睡了这么久，我反省了很多。我在想，如果当初我没有那么偏执，一意孤行要揭发你，事情也不至于没有挽回的余地。人生每一个选择本来就回不去，别再逃避了，勇敢面对，面对才是真正的放过自己。胜利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为什么受伤了？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回来就好了，回来就好了。我们以后也不要让彼此伤心了，好吗？我这次不能答应你了，我要让你失望了。你在说什么啊？我这次回来是要向你道别的，答应我，以后找一个更爱你的人，保护你。你说什么？我只想要你啊！认识你是我这一生最幸福的事，是我自己选错了，我错过了幸福。你好，请问秦胜利先生在吗？你是秦胜利先生吗？是。秦胜利先生，我们怀疑你涉及一宗买凶杀人案，麻烦跟我们回警局协助调查。好。哥，大新闻，大新闻！你看，胜利真的被抓了。胜利，胜利怎么了？他买凶杀人。世杰，是真的吗？妈，我不知道，我累了，我先回房睡一会儿。世杰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
的情况延误治疗会有危险。这样吧，我帮你安排下个星期做手术。哥，你还想什么？你都这个样子了。德德，再给我点时间，等我安排好了再联络你。我不明白你到底在想什么。你可以告诉我你在拖什么吗？你现在在拿你自己的命来开玩笑，而且我是帮凶。你不说话，那我把你的事告诉大家，让他们来告诉我害怕。我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。闭上眼，我就会想起之前的那一片黑。我怕再躺在病床上，我怕手术失败，怕再经历一次生活不能自理。我不能那样。就算再经历一次又怎样？我们都在啊。你说的可怕，总比死掉好吧？你不明白，我不想再连累人。爸这把年纪，本应该生活得很惬意了，可是家里的责任他还扛着。妈经常唠叨，是因为她放不下心。我有成就又怎么样？从来没有让他们享过一天福，所以我不能再躺在床上了。他们辛苦，也不完全是你的责任，我也有份。如果这个难关逃避不了的话，那家里的事由我来扛，你专心医病就好。长大了，我早就不是小孩了，可是大家宠着我，都活成像个巨婴一样，再不发育，我脑袋快要长草了。你没错，做哥哥的本来就应该走在前面。这是要你帮着忙着大家，我知道为难，你会有很大的压力。先欠着，记得记账。我不怕你连累我，觉得爸妈也一样，你有经验应付。更何况现在还有卖罐头。他不一样，不能把他扯进来。你太小看他了，你也太小看自己了。有什么难关你没走过？这次肯定能扛过去。没有谁的人生应该为谁而活。他本来就不属于这里。你敢不敢跟我打赌？只要你一开口，他一定会留下来。我现在就打给他问答案。不要插手我的事。珊珊的事情还不够他烦心吗？你现在告诉他这些有什么用？你自己的事放下不管，他的事你却为他操心。你告诉他你在乎他，真的有这么难吗？不是难，是没有必要。之前的车祸发生得太突然，我什么都没来得及安排。现在我要争取时间，为你们做一点事。至少你们不用为我的医药费烦心。至少，他和珊珊可以解开心结，没有牵挂，安安心心的回越南去。你生病了吗？没有。那你为什么跌倒？不要这么多事，管好你自己。你不告诉我，我就去问弟弟。
他不会告诉你的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我的事不想外人知道。好，那我就去跟妈妈讲，叫她来问你。当初假结婚的时候，你答应我3个条件。现在我告诉你第2条，不准过问我的私事。如果你不守信，约定作废，马上滚回越南去。滚！我不想看到你。爹，你的电话。谁打来的？爹，我帮你接哦。喂，哎，我是她老公。什么预约啊？什么手术啊？人工流产？开饭了。你想吃的阿萨米和酸菜汤都在厨房。拿出来啊。你平时都不喜欢吃酸的，为什么突然改口味？没什么，很久没吃酸的，突然间想吃，很习惯吗？你干嘛这样子看着我？中邪啊？为什么要瞒着我？打算把孩子拿掉？谁跟你说的？医院打电话来说，钟佩佩预约做人工流产手术。你听我解释，事情就算你有1000个理由，你都不应该不尊重我。孩子是无辜的，你明知道我多渴望有一个孩子。既然你那么不想跟我有孩子，你当初就不应该嫁给我。你冷静地听我说好不好？我不能冷静，我已经心寒了。看来我没办法再跟你活下去了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。